公司年会上，父亲准备宣布公司继承人，所有人都看向我这个当了7年副总的亲儿子。但下一秒，父亲竟宣布侄子继承衣钵，担任公司总裁。我为公司奔波8年，又是你的亲儿子，顾志成才刚毕业，凭什么他能当总裁？因为志成比你强，只需1年就能超越你8年的成绩。哈哈哈哈！李勇，你又是为了你那套可笑的避嫌。既然你一次次把属于我的给顾志成，那我就带走核心团队，不再做你儿子。你今早没吃药吗？发什么疯？我确实疯了，是被你一步步逼疯的。当初公司濒临破产，我顶着高温拉客户稳住局面。那几年我中暑的次数数都数不过来。我为公司设计新产品，熬了整整1星期通宵，才换来产品爆火。公司能有今天的盈利，全是我拼出来的。这些事儿大家心里都清楚，公司能撑到今天，确实靠顾云浩。够了！当众大喊大叫像什么样子？竟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我承认你有几分功劳，但仍旧比不上志成。他才刚回来就谈成了和环宇集团的合作，而你呢，努力了1整年都没能拿下这笔单子。环宇集团的合同，那是我耗时1年跑下来的。我跑烂了多少双鞋，付出了多少心血。你之前明明答应要在年会上宣布这个好消息，现在竟然把我的功劳安在顾成章头上，就为了显得你公正，为了你那可笑的避嫌，对不对？天哪，原来环宇的单子是顾云勋谈下来的，这也太偏心了，简直离谱。大伯，我资历不够，确实不该坐这个位置，还是让堂哥来吧，他资历比我深得多。你们别因为这种事伤了父子感情，我做副手就行。顾志成，你这话说的可真好听。表面上谦逊大度，实际上是给自己留后路，再不济也能混个副总，继续在公司吃香喝辣。我说的对吧，我的好堂弟？兔崽子，你看看志成多懂事，再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惹我生气。总裁的位置就这么定了，由志成担任，谁都别再争。今天谁敢反对，我立刻开除谁，绝不留情。这话也包括你在内，顾云峥。那就让顾志成做你儿子吧，我辞职。云峥，你就不能成熟点吗？当着那么多人和我犟嘴，纯粹是让人看笑话。志成爸妈去世的早，我们要多多照顾他。而且现在我要避嫌，等我拿到最佳企业家的奖项后，就找机会让你做总裁。现在跟我回去，给大家赔礼道歉，说你愿意做志成的副手。我靠自己努力获得出国留学机会，给了整天在宿舍睡大觉的顾志成。你说为了避嫌，你说他孤苦无依要我让让，你说以后再让我出国，可结果呢？从小到大这种事屡见不鲜，这些年我一直想着是不是自己不够优秀，才得不到你这个当父亲的认可，所以我更加努力。如今我终于明白，无论我做得多好，在你眼里都不如顾建成，都不如你那一句虚伪的避嫌。云峥，你再胡闹下去，就永远别想回公司了。好。爸，如今的我，即便离开你，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听说你钱多的没处花，有没有兴趣投资一下我？有啊，今晚老地方见，咱们好好聊聊。你喜欢我穿什么颜色？黑色还是白色？这丫头，自从知道我分手后，老喜欢撩逗我玩。妈，我为什么当众驳你爸的面子？为什么非要针对志成？不就一个总裁位置，都姓顾，谁做不是做？果然，没有任何贴心温暖的安慰，只有责骂。都姓顾，谁做你们的儿子不是做？以后让顾志成喊你们爸妈。你。就是因为你总这样不懂事，这样忤逆长辈，所以才坐不上总裁位置。妈，你说我不懂事，说我忤逆你们。那么请问，自从你们把顾志成接回来，好吃好喝好玩的，我是不是全让给他了？你们都给了顾志成，甚至有次他撞了人也是我顶锅。大学时你们为了避嫌，天天穷养我，只给我300生活费，却给顾志成3万零花钱。我忤逆过吗？难道我还不够听话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想离家出走？顾云章，不就是没让你做总裁吗？瞧你上纲上线的，你这个不孝子，今晚走了，那就永远别回来了，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你再优秀也要避嫌，别一天到晚争名夺利，故意显摆给志成看。再不听话就给我滚，我就当没生过你。只要我再努力一点，爸妈一定会认可我。以前我总觉得只要我足够听话，就能得到你们的认可。但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头了。外面的风再冷，也总比那个家里暖和。爸，我当上副总也有些日子了，公司离家太远，我想买辆代步车。买什么车？你开着车招摇过市，别人会怎么嚼舌干？说我顾家太惯着亲儿子，我是董事长，必须避嫌。就是，志成到现在连个驾照都没有，你当哥哥的却开着新车，不是存心让志成心里难受吗？这车不准买。顾学长，怎么一个人在路边吹冷风啊？上车。你怎么突然过来了？不是约好老地方见面吗？全城人都知道你和家里闹翻了，消息传的倒是挺快。又是你爸妈发来的，他们还想逼你回去。没了顾家，谁还会认你这张脸？我劝你想清楚，能不能别那么自私，立刻回来给你爸和志成道歉，多说点好话，他们会原谅你的。否则我在外面饿死都没人收尸。他们怎么能这样说你？真以为离了顾家你就活不下去了吗？饿死，没人认我这张脸，那我们就走着瞧。你想怎么做，我都帮你。志成，明天的宴会你准备的怎么样了？青烟，他怎么会和顾志长在一起？学长，你就是个呆瓜，他俩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早就搞在一块儿了。什么？原来这么久以来，都是我自己骗自己。义子，立刻跟柳青烟断了，把他让给志成。我不答应，感情的事我不会让。我绝不允许别人说我用权势威胁柳家。你丢得起这个人，我丢不起。云峥，你爸妈给的压力太大，他们不会同意我们在一起的。我们分手吧，再耗下去对谁都不好。青烟，别走，我这里有攒下的积蓄，我们可以去别的城市重新开始。接电话，青烟，你接电话。我一直以为是我没用，没能给你想要的安全感。原来这就是真相，真是结结实实给了我一巴掌。早就跟你说过他不对劲，现在看清了，也算及时止损。康哥，其实这件事儿早就想跟你说，但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千万别生气，我和青烟是真爱。真爱，你也配提这两个字？够了，顾云峥，你还有一个哥哥的样子吗？怎么能打阿成？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因为你是个弃子，阿成才是伯父伯母眼中的骄傲，是未来顾家的继承者。什么爱情，什么亲情，都敌不过现实的利益，真是太可笑了。你们两个不要脸的，看我不……青宁，我们走。多说无益，只有用实力打脸，谁走得更远，谁更耀眼，谁才能笑到最后。堂哥，明天是我的就职晚宴，你可一定要来啊！看来今天的偶遇是他故意安排的。好啊，我一定到。青宁，帮我个忙。放心吧，学长，明天的事儿一切都安排好了。瞧瞧志成多会做事，多么顾及你的感受，还知道邀请你来参加晚宴。而你呢，只知道争风吃醋，像个娘们儿一样小家子气。云峥，
给你爸和志成认个错，之前的事儿就翻篇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别再不识好歹了。堂哥，一家人没隔夜仇，你就服个软吧。云峥能当个副总，已经算是伯父母肯定你的能力了，你该知足才对。谁说我是来参加宴会的？不来参加宴会，你还能是来干什么？贵客们到了，走，别管这逆子，我们迎客去。各位，还等什么呢？快进来啊！他们在等我同意。你又发什么疯？能不能别在这里捣乱了？大伯，要不让堂哥先躲一下吧，不然各位老总嫌晦气，都不愿意进来。逆子，还不快滚！一天天的净给家里找事，还愣着干嘛？快让开，别挡着客人的路。各位，外面冷，请进来吧。是，谢顾总。谢顾总，那我们进去了。什么？老王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听顾云峥那个离家出走的东西的话？是啊，王总，顾云峥现在一无所有，志成才是刚上任的总裁啊。王总，那顾云峥昨晚连家门都进不去，现在就是个一无所有的丧家之犬。哎，你们啊，真是糊涂到家了！滚滚滚，离我远点，晦气！他居然嫌我晦气！我顾建国在商界混了30年，他竟然敢这么对我！放着拥有经商天赋的亲儿子不宠，偏偏爱一个啥本事都没有的废物。顾董，你这一手好牌真是打得稀巴蛋。伯父，您千万别生气，那女人不过是顾云峥找来的新欢，故意说这种没脑子的话气您的，您可千万别上当。没错，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狐狸精，在这挑拨离间。逆子，真是个逆子，长能耐了，竟然找人来排挤老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我们请来的这些宾客，个个都像中了邪一样，只听那逆子的话？大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那些老总个个势利眼，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捧堂哥的臭脚？会不会是堂哥私底下出卖了咱们公司的核心秘密资料，才换来他们的追捧？哎呀，大伯，我就是瞎猜的，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全当我没说过这话。堂哥虽然对您有怨气，但应该不会做出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吧？不，你说的对，肯定就是这样。那逆子在公司当了7年副总，手里捏着大把的核心资料，为了报复我，他什么卑鄙手段用不出来？他比志成差远了，志成这么懂事听话，他呢只会给家里抹黑。没事儿，等那逆子把手里的资料卖光，失去了利用价值，那帮人很快就会像扔垃圾一样抛弃他。志成，咱们立刻回公司做好准备，随时起诉他泄露商业机密。伯父说的对，对付这种吃里扒外的人，就不能手软。商场如战场，战场无父子；商场如战场，战场无父子。等他进了局子，别怪我这个当爹的不客气了，都是他太不听话，不懂我避嫌的一片苦心。学长，怎么了？他们在外面说什么了？那个顾志成居然诬陷你偷了公司的机密资料去卖给那些老总，你爸那个老糊涂居然信了，还说要回公司准备起诉你，说什么战场无父子，真是一家子奇葩。随他们怎么想，跳梁小丑而已，不用在意。不过等他们回了公司，还有一份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他们呢。什么惊喜？学长，你是不是早就布好局了？快说说。别急，很快你就能看到好戏开场了。一个个的不工作在这玩呢，我们公司可不养吃干饭的废物。刘晨，看什么看？不想干的就赶紧给我滚！行，那我们就滚。顾总既然发话了，大家还愣着干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怎么全走了？董事长，他们都是今天提离职的员工。原本人事部还在极力劝说他们留下来。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突然有那么多核心员工一起提离职？他们全部都去大少爷的新公司了。什么？这个混账逆子，连自己亲爹的员工都敢挖，真是六亲不认的白眼狼！天杀的东西啊！他这就是存心要毁了我们顾家，他就是要毁了志成啊！太过分了，真是白养了顾云舟这个白眼狼，吃我们顾家的，用我们顾家的，临了居然反咬一口，简直是丧尽天良！大伯、伯母，你们千万别着急，刚才走掉的不过是一群干苦力、无关紧要的底层员工，大不了多花点钱再招就是了。只要咱们公司的核心研发人员还在，公司的根基就动摇不了。顾总，所有的研发人员刚才已经全部提交辞职报告了，他们也都跟着大少爷走了。你说什么？技术部的人也全走了？之前公司的所有科研项目都是大少爷一手牵头研发的，如今研发部成了一个空壳，所有项目已经全部被迫停摆了。什么？伯父，你没事吧，伯父？大伯，都怪我，是我没管好公司，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不，您还是把堂哥请回来当总裁吧。只要堂哥能消气，我立刻走。我出国，这辈子都永不回来。我绝对不跟堂哥争。不用，我顾建国还没死呢，我就不相信，离了他顾云泽，我的顾氏集团就玩不转了。哼，员工走了，大不了重金再招，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人才招不到？没错，咱们顾氏集团在江城可是数一数二的大招牌，只要招聘公告一发，多的是抢破头想挤进来的人。对，大伯伯母说的太对了。我这就让秘书全网发布招聘公告，咱们顾氏集团不缺他一个顾云舟。这就是我们顾氏集团发了全网招聘公告招来的人。平时名校高材生排着队求我们，今天怎么全是这种货色？顾总，我真的尽力了。今天来面试的连10个都不到，更别说名校高材生了。就这几个人，根本挑不出能用的。那个，顾总好，我没啥学历，字儿也认不全，我就想问问你们这核心研发岗管不管中午饭？能顿顿有大排骨不？你连字都不认识，还敢来面试我们核心研发部？给我滚出去！立刻滚！不招就不招，凶什么凶？一个连研发人员都跑光的空壳公司，求老子来，老子都不来。混账东西，全都是冲着看我们笑话来的。这些叛徒，这照片上的每一个骨干，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我顾氏集团曾经重用过的中流砥柱，现在居然全都跟着那逆子跑了！这个白眼狼，挖空了我们公司，他这是想要我们的命啊！顾董，不好了，出天大的事了！各家合作伙伴刚刚全打来电话，决定全部终止与我们的合作。什么？他们疯了吗？现在取消合作，他们自己也得承担巨额的违约金，还要顶着巨大亏损，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说大少爷那边比这里更有前途，能走得更远。而且大少爷那边很快就要上新品了，所以他们宁可赔违约金，也绝不跟我们合作了。怎么会？连合作方都全部解约了。志成，现在公司研发部全空了，合作伙伴也都要跟我们解约。
现在你有什么办法？大伯，这事情太突然了，我一时间实在是没想出对策。如果是云峥在这里，他绝不会像这样束手无策。难道我真的做错了吗？不，我没错，我是为了避嫌，我是为了大局，我绝不向那个逆子低头。志成啊，你平时主意最多了，怎么现在关键时刻成哑巴了？你大伯可是把整个公司都交给你了。大伯，我有办法了。哎呦，你这孩子吓死我了！哦，具体说说。大伯，您就瞧好吧。顾云峥以为带走几个人就能整垮我们，看我怎么让他主动跪下来求你。谁允许你进来的？出去！云峥，前台拦着我，是我求他们让我进来的。谁允许的，这不重要。这次我是来向你认错的，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应该为了顾氏集团的利益，为了那点虚荣，就放弃了我们的感情。云峥，对不起。认错？柳青言，你少在我面前演戏。你这是眼看着顾氏集团研发部空了，合作伙伴全跑了，顾志成撑不起公司，所以又回过头来找我了，对吧？不是的，真的不是。云峥，你听我说，当初是我一时糊涂，我一个弱女子根本承受不住你爸妈给我的压力啊！是你爸妈逼我跟顾志成在一起的，我也是误入歧途。云峥，求求你，看在我们异国4年的情分上，看在我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给你的份上，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我们重新开始。给你机会，柳青言，你可要想清楚，我这不过是个刚成立的新公司，根基不稳，就不怕我公司经营不力破产，让你以后跟着我过不了好日子？不怕，云峥，我不会再和你分开了，哪怕海枯石烂，哪怕以后跟着你睡大街吃树皮，我也要和你在一起，我是认真的。顾云峥，你这个王八蛋，给我滚出来！你能不能有点自尊，非要跟这个恶心的女人回好吗？难道你还嫌他之前伤害你伤害的不够深？你脑子进水了吧？小点声，我们去别的地方聊，别在这里闹。放开我！顾云峥，你个没骨气的窝囊废，你放手！你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你是不是还要跟那个狐狸精死灰复燃？沈清离，你别无理取闹，这是我自己的私事，用不着你来插手。我无理取闹，顾云峥，你个王八蛋，你没良心！抱歉，云峥，甚至带着一丝我也不该来打扰你的。还留个字条装模作样，真够恶心的。我看他根本就没安好心，装腔作势。他刚才拷贝了电脑里的文件，来，瞧瞧这个柳青烟真正的目的吧。看屏幕。真被你说中了。这个女人哪里是来求复合的？她根本就是顾志成派来偷新产品资料的商业间谍。从小到大，顾志成早就习惯了从我这儿白拿东西。如今顾氏集团面临破产困局，他没了退路，自然会用柳青烟这颗棋子来偷。等等，薛哥，他怎么会精准的知道核心文件放在桌上？咱们公司肯定出现内鬼了，要不要我立刻把这个人抓出来？暂时不要打草惊蛇，留着内鬼，他们才能更相信这份资料的真实性。反正柳青烟拍照偷走的那份资料是假的，咱们就等着看他们怎么爆雷就行。行啊，顾学长，你可真够坏的嘛。不过，我喜欢。伯母，你们看，
全网的期待值已经被彻底拉满了。顾云峥那个短视的废物，怎么跟我们斗？好，好啊！志成，你果然是顾家的骄傲，这风头彻底把那逆子盖过去了。不愧是名校海归，比那个只知道吃里扒外的强了10000倍。商业奇迹，仅仅1周时间，顾氏集团工厂24小时无休运转，迅速生产出第一批新货，放到市场售卖，销量节节攀升。学长，你看看网上这群跟风的营销号，他们把你贬成什么样了？要我说，那个顾云恒之前就是占了顾家平台的光，哼，一旦离开顾家，他不过是昙花一现、虎头蛇尾的跳梁小丑。学长在别人身上，让他们说去。咱们手里的新品进行到哪一步了？研发部已经全部测试完毕，随时可以投产。可是学长，现在顾氏集团把风头全占了，大家都以为那是顾城城的功劳，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生什么气？顾志成急功近利，连测试都不做，拿到残次品就敢批量生产，纯属自寻死路。他们现在爬得有多高，等爆雷的那天就会摔得有多惨。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早有布局。等顾氏集团爆雷那天，全网的脸都要被打平。顾董，恭喜啊！顾氏集团的新品这周卖爆了，今年的最佳企业家非您莫属啊！同喜同喜，这都多亏了我侄子志成有商业头脑，临危受命，研发出这等爆款。他怎么来了？谁给他发的请帖？丧门星一样，来就没好事。堂哥，好久不见啊！怎么坐到最后一排来了？要是没请帖，跟弟说一声，我给你安排第一排贵宾座啊。逆子，你看看志成多善良，无论在什么场合都顾念着手足之情，喊你一声堂哥。你临走前还给公司玩釜底抽薪，把人全挖走。可惜啊，你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小手段根本没用。哼，志成想出了新产品的好点子，现在顾氏集团如火如荼。再看看你，离了顾家，开个破公司，到现在都平平无奇。这就是顾家那个被赶出去的儿子，看着也不像能成事的，跟顾志强比差远了。你还好意思笑？之前给你副总的机会你不中用，现在看志成把公司做起来了，你后悔也没用。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只会盗窃的小偷始终见不得光，说不定哪天就彻底栽了。汤哥，你怎么能这么污蔑我？创意明明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在公司的事上打我骂我都行，但你绝对不能用这种下作借口污蔑我的清白。就是，志成熬了好几个通宵才想出来的方案，你怎么能血口喷人？你真是恶毒！条件志成比你强，就搞污蔑这一套。你干什么？太过分了！有你这样自私狭隘的儿子，我这辈子都觉得丢人。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无条件相信顾志成，对我这个亲儿子，永远只有防备和不信任。行了，志成，别跟他一般见识，别坏了咱们的好心情。只要能显得他避嫌高尚，他就可以肆无忌惮践踏我的一切。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江城年度商界颁奖仪式现在正式开始。逆子，回头再跟你算账。大伯，都搬过去大半了，怎么还没到您的最佳企业家奖？急什么？压轴的才显出分量。建国，坐直了，马上就到最佳企业家奖了。等会儿摄像机转过来，你可得精神点。哈哈，放心吧，咱们顾氏集团这周的销量全城第一，这个奖老子拿定了。下面我们将颁发今晚最受瞩目的重头大奖——江城年度最佳企业家奖。有请获奖者顾云峥先生上台领奖。谁？史云峥？我是不是听错了？怎么会是他？那个废物不是一无所有了吗？学长，去拿回属于你的荣耀。好，等我下来。
凭什么他能拿奖？他那个破公司刚成立，一点成绩都没有。你们主办方是不是收了黑钱？有黑幕，这绝对有黑幕。堂哥，之前很多事我看在一家人的份上都不跟你计较，但这次我实在憋不住了。你怎么能用卑劣手段买通举办方，跟秦店抢这个奖项啊？这顾志成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这可是5年一次江城最具权威的企业家评选，可不是嘛？这奖项要搜集无数核心资料，经过层层筛选才能定下来。前几年有个身价100亿的老总想走关系，结果第2天就被商盟那边给敲打了。这顾志成到底是怎样的猪脑子，能当众说出这种话？这位先生，请注意您的发言。我们评委会的每一次筛选都绝对公开透明。据我们评委会的深度调查了解，过去7年是顾云峥先生尽心尽力，才让顾氏集团一步步走上行业高峰。顾云峥先生个人研发的数十项产品，不仅在国内连连拿奖，在国外也多次斩获国际金奖。更重要的是，他毫无保留地为行业培养出了一大批顶尖的研发人员。同时，顾云峥先生个人名下的慈善捐款累计已达数千万元，一桩桩、一件件，全部有迹可循。顾氏集团以前确实全靠顾云峥撑着，实至名归啊！对，这才叫真正的实干家。就算他以前有功劳，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没错，做生意看的是当下的效益。他那个新公司现在连个水花都没激起来。首先，顾云峥先生的新公司刚成立不久，国内确实低调，但其次，他在国外已经搅动了风云。顾云峥先生研发的7款产品打遍了北欧市场，全部登顶销售榜首，并且国内即将开设30家新工厂，带动了数万人就业。什么？爸，国外的市场是个巨大的风口，我们带着自己的技术打出去吧。打出国？你疯了！国外市场太冒险了，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洋人？当初你未战先降，说什么太冒险，打不过洋人。如今我单独创业，又有亲您的资金支持，终于放开了手脚。这怎么可能？我明明已经拿到了他最核心的方案，为什么我还是越不过他去？顾氏集团还钱，赔我们的血汗钱！重头戏终于来了。这一招我看他们怎么接。王八蛋，挨千刀的货色！你给我们发的都是什么货？买回去才用了2天就彻底坏了！你们产品后改的电池无故爆炸，直接伤到了不少小朋友的手腕。你们怎么能卖这种丧尽天良的劣质品？我们送去专业机构检测了，报告写得清清楚楚，设计有严重缺陷，而且用料全都是最差的黑心材料，用垃圾做原料，你们却卖高价！退钱，赔我们血汗钱！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这产品是你独立研发的爆款吗？是他，大伯，是他害我，这一切都是顾云轩设下的圈套。笑话！顾志成，你们顾氏集团生产的黑心产品和我有什么关系？难道说是你瞒着所有人，偷偷从我这里偷走了还未完善的研发资料，然后集中精力的跑去工厂投入生产？天哪，闹了半天，顾氏集团那款爆款新品居然是偷人家顾云峥的，难怪用料这么差，设计有缺陷呢。小偷拿了残次品当宝贝，这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吧？顾志成，你给我说实话，这产品到底是怎么来的？说！大伯，这资料确实是从堂哥那里得来的。大伯，我也是着急啊，我是看公司快撑不下去了，想替您分忧才想了这种招数。大伯，一定是顾云峥，是他故意在电脑里留了一份有缺陷的假资料，故意诱骗我去拿，是他诚心要害死我们顾家。闭嘴！你这个废物，我真不该听信了你的鬼话，让你做总裁。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为了所谓的避嫌，我竟然亲手把顾家真正的真龙给赶了出去，换了这么一个满嘴谎言的草包垃圾。堂哥，不就是一个总裁的位置吗？又不是我非要抢的，
你既然有这么厉害的本事，为什么要用这种下作手段来害我？你还有没有一点良心啊？就是你，是你设计留下残次品档案害我，你这个卑鄙小人！我害你？顾志成，我可没逼着你去偷。那一版设计方案本就只是我们的初步研发计划，要不是你把它偷走了，等我们公司的最终完善版出来，这套方案至少能给公司带来1个亿的利润。所以，说起来，我还要依法追究你们盗窃商业机密的法律责任。大伯救我！我不想坐牢，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救救我！滚开！你自己犯下的错，自己担着。顾家没有你这种手脚不干净的继承人。堂哥，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求你大人有大量，别追究我的责任，求求你放过我吧。云峥，都是顾志成逼我的，是他威胁我才去偷资料的，我不是有意的，求求你放我一马吧。只要你放过我，我什么都愿意做。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我吗？我们现在就在一起好不好？别了，我嫌脏。不好了，顾董，出大事了！又出什么事了？快说！大批愤怒的消费者和合作商家现在全跑到公司总部大楼来闹了，砸烂了好多玻璃。还有市场监管局的人刚刚到了，已经下令查封了我们所有的仓库。那股价呢？公司的股价怎么样？顾董，没钱了，公司账面上只剩下100万了。什么？100万？公司上亿的流动金，怎么可能只剩100万？钱都去哪儿了？据财务部刚刚汇报，在您宣布任命后，顾志成私自利用总裁权限，把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全部转走了。他拿去投资了国外的虚拟基金，现在已经赔得一干二净，1分钱都不剩了。上亿的资金，1分不剩。建国，建国，你别吓我呀！快醒醒啊，建国，你别出事儿啊！对于这一幕，我早有预料。爸，我查到志成在外面沾染了，欠了一屁股债，甚至私下挪用资金投资虚拟基金，千万不能让他直接进公司核心层啊！你给我闭嘴！你就是嫉妒志成，嫌我给他的关爱多了。志成听话又懂事，怎么会做这种事？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你少在这儿多管闲事，挑拨离间！滚出去！青宁，我们走吧。云峥，你等等！建国，你要去哪儿啊？等等我呀！云清，我的好儿子，以前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为了自己的名声，更不该为了那可笑的避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还把公司给葬送了。对不起，都怪我。从今以后，你来做公司总裁，整个顾氏集团都是你的，爸什么都听你的，你就原谅爸这一次好不好？儿子，以前妈对你态度不好，是妈老糊涂了，可妈都是被顾志成那副可怜相给骗了。我们心底其实是爱你的，毕竟你才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咱们血脉相连，哪有真的隔夜仇？跟妈回家，往后咱们好好过日子，行吗？公司没了，你们才想起云峥来了，搞不搞笑啊？你们这哪是知错啊？分明是顾氏集团要退市破产了，你们害怕以后过苦日子。你少在这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的。真心？你们扪心自问，你们配做父母吗？从小到大，你们什么时候给过云峥哪怕一点点亲情的爱？你们的总裁位置，还是留给顾志成吧。怎么了？云峥，我可能得回家一趟。出什么事了？我家那边出了点问题。什么意思？沈家有人在针对你？一直都有。这些年我不怎么回去，不是因为我自由，是因为有人巴不得我永远别回去。谁？我哥。他现在基本上掌控了整个沈家的大权。这个时候突然叫我回去，多半不是想我了，是想试探我，或者想先把我摁死。所以
你现在回去，是回家还是入局？不是回家，是回战场。地址发我。什么？不是要回去吗？我陪你去。云峥，我家那边可能比顾家还难缠，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顾家那种烂局我都走出来了，你觉得我会怕这个？那顾学长，欢迎上桌。小姐，您回来了。大少爷和各位长辈已经在里面等您了。这位先生，请随我走侧门登记。顾云峥是我带回来的贵客，走正门，带路。青宁，你可算舍得回京城了。这些年爸妈不在，家里冷清得很。这位就是你在江城找的那位刚和家里断绝关系的顾云峥先生吧？沈总，你好。沈家的水很深，沈清灵这丫头保不住你。识相的，拿了钱滚回江城去。水深不深，得下去游了才知道。沈家的大门我既然进来了，就没打算空着手出去。好，很好。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就留下来吧。正好俺家里有家宴，几位叔伯和董事都在，顾先生也一起见见。家宴，沈婷从来不做没意义的事，他突然搞这一出，绝不是单纯见见。好，对了，顾先生，沈家人说话和顾家不太一样，这里没人会当众骂你打你，可有些场合输一次，可能就再也抬不起头了。希望今晚你能坐得住。今晚的家宴绝对是一场鸿门宴。你想要在沈家立足，这个局我们必须进。阿婷，沈氏集团上个月在海外的几个项目做得不错，集团交到你手里，我们这些老家伙非常放心，都是二叔和长辈们教导的好。青宁，你刚从江城那种小地方回来，就该安分点，多跟阿婷学学怎么做生意，而不是整天带着些不三不四的人往家里领，净给沈家丢脸。沈总，沈氏集团上个月在海外的项目真的做得很好吗？据我所知，那几个海外项目因为技术漏洞，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违约诉讼。沈总，这消息应该不是空穴来风吧？顾先生，商业机密可不是能随便道听途说的。你一个江城家族出身的外人，跑来我们沈家的家宴上指手画脚，未免太没规矩了。而且你连生身父母都能舍弃，甚至把亲生父亲的公司整到拓市，这样冷血无情、品行败坏的人，有什么资格在沈家的大餐桌上大放厥词？青宁，你二叔说的对，你带这种心术不正的白眼狼回来，是嫌我们沈家的名声太好听了吗？这要是传出去，别人该怎么看我们沈家？二叔、二婶，云峥在顾家受过什么委屈，江城人尽皆知。他那是自卫反击。倒是某些人打着为家族开拓海外市场的名号，暗地里却让集团亏空了几个亿。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才真正是丢尽了沈家的脸面。青灵，大哥也是为了你好，怕你被人骗了。顾先生，我这个做大哥的只是替妹妹把把关，你不会介意吧？沈总放心，我这个人向来很大度，我只跟人计较。狂妄小儿，你竟敢在沈家出言不逊！来庭，来人，把他给我！不用赶，这顿饭我们吃饱了，你们慢用。抱歉，今晚让顾家阁受委屈了。这算什么委屈？比起顾家，这里起码还装得体面一点。沈婷不会这么算了。顾学长刚才当众戳破他的项目问题，他一定会反扑。让他来。怎么了？顾学长自己看。
动作够快的，饭还没吃完，稿子就先发了。沈婷，他这是想先把我钉死在吃软饭这个标签上，再顺败压你。顾学长，要不要我现在把这些通告全撤了？不用。他越想把我踩进泥地里，我越要让他亲眼看着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踩回去的。顾学长，你现在一点都不像刚断亲那会儿了。哪里不像？那时候你是被逼着反击，现在你是真要跟人开战了。大小姐，大少爷请顾先生去书房一趟。现在？是，大少爷说只请顾先生一个人去。不去。带路。学长，沈婷肯定没安好心。我知道，可他既然单独叫我，就说明他急了。在这等我。沈婷，你最好别动他。顾先生还真敢来。沈总既然请了，我总得给个面子。我不喜欢绕弯子，你离开青宁，开个价。沈总这是在谈生意。5000万，够你在江城再开10家公司。拿了钱，滚出京强，滚出青宁身边。沈总的妹妹，在你眼里就值5000万？别装清高，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嘴上说的好听，最后还不是图钱图势，图沈家这张牌。你看谁都像生意，是因为你自己骨子里就只认这个。行，那我就把话挑明。青宁这些年不回来，沈家一直相安无事，你一出现，他就想重新觊觎。你觉得我会留你？网上那些通告是沈总送我的见面礼，那只是开始。从明天开始，你在京圈谈的每一个项目，见的每一个人，递出去的每一份方案，我都会让他们石沉大海。你信不信？我信。毕竟沈总现在也就只剩这点手段了。你少在这装神弄鬼，怕青宁回来翻你的账，怕我顺着项目继续往下查，更怕你这些年吞下去的东西哪天吐不出来。顾云峥，你找死？那就试试。说。顾总，原本谈好的合作，刚刚对方突然变卦了，说上面有人打了招呼，还有2家也都临时改口了。知道了。怎么样，顾先生？我说了，这只是开始，沈总最好盯紧一点。什么意思？因为从这一刻开始，我也盯上你了。顾云峥，我给过你机会，既然你不走，那以后出事就别怪我没提醒你。这句话我也送给沈总。顾云峥，你真以为你进了局还能像在江城一样活着出去？他跟你说什么了？开价5000万，让我离开你。他还真把所有人都当成能用钱买断的货。不止，沈婷已经动手了。什么意思？我在京圈刚接触上的几条线，被他同时掐断了。他是在逼你低头？不，他是在逼你选边站。只要我继续留在你身边，沈婷就会把一切都往沈清林带回来的货上推，到时候家里那些人盯的不是我，是你。所以呢，顾学长想退？不退，但接下来不能只被动挨打。顾学长想怎么做？这些合作不是突然没的，是有人提前打了招呼。这几家里有2家和沈婷来往很深。家宴上我只是提了一句海外项目有问题，沈婷的反应太大了，说明那不是小问题，是不能摊开的事。你怀疑他在账上动了手脚？不止，如果只是项目亏损，他没必要这么急着赶我走，除非我继续留在这儿，会看到他更不想让我看的东西。这些年我不回来，
他的手伸得太长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只当旁观者。顾学长，这是要带我抢家产？不是抢，是拿回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好，那就开干。大少，顾云峥那边没有乱，他反而开始反查了，而且大小姐一直跟他在一起。青宁还真是长本事了，以前只会躲，现在居然敢跟我对着干。要不要先把顾云峥彻底踢出局？不急，顾云峥这种人，硬压压不死，就得让他自己摔。明天董事会，把他也请过去。明白。你不是想查吗？我就在董事会当着所有长辈和董事的面，把你打成外人野心加软饭男。等你名声臭了，就算以后拿出东西，也没人信。大小姐，顾先生，大少爷已经给顾先生在里面安排好了旁听席，请吧。沈婷这是故意给人难堪，简直放肆。稍安勿躁，先看看他想玩什么。这就是沈清林带进来的外人，看着倒是挺镇定。安静，今天开会，先通报一件重要的事。一个被亲爹赶出家门，连自家公司都整退市的弃子，凭什么坐在这里听沈家的核心机密？胡闹！青灵，你带这种人进董事会，是想毁了沈家吗？二叔说的对，外人确实没资格参与董事会。二叔，云峥他不是外人，他是……沈总，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给我坐下。沈总语气盯着我的出身不放，不如先看看你推的这个海外项目。一派胡言！这项目是顶级机构做的尽调，轮得到你指手画脚？第一，合同第31条藏着无限连带担保的陷阱，签了就要背全责。第二，避税路径完全不合规，查实就要面临巨额罚款。第三，对方资产估值虚高3倍以上，本质就是个空壳。第四，回款周期全是漏洞，钱投进去根本收不回来。阿宁，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你跟我说实话。这就是你说的爆款项目？我看是包着金皮的债务陷阱。你胡说八道！你个外行人懂什么投资？再敢造谣，我让人把你扔出去！沈总，既然项目没问题，你急什么？给大家解释清楚不就行了？既然项目这么好，那请问沈总，你为什么不敢在最终责运书上签字？太好了，总算戳穿他的真面目了。阿婷怎么不说话？难道顾先生说的全是真的？连责任书都不敢签，这项目肯定有鬼！这是拿沈家的钱开玩笑！够了，都吵什么？今天的会先开到这里，海外项目立刻暂停，管理层重新做全量风险评估，散会。顾萧玄，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顾学长，刚才沈婷的脸都绿了，可太解气了。这只是个开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走吧。顾云峥这杂碎，再让他查下去，我在海外项目里动的手脚全得暴露。既然你找死，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坐稳扶好，刹车失灵了。什么？怎么会突然失灵？我们怎么办？抓稳了，别慌。云峥，刚才差一点我们就掉下去了。没事了，有我在，不会有事的。云峥，怎么样？是刹车自己坏的吗？刹车线是被人用专业工具割断的，不是意外。从现在起，这已经不是争权了，是有人想要我们的命。青宁，过来看看这个。这是我5年前那场车祸的报告。今晚割断我们刹车线的，是用了一种微型液压钳，和你5年前沈家司机带你出去，车子失控坠湖的报告里，刹车栓管的断裂痕迹一模一样。不，这不可能！不，这不可能！意外，天底下没有2次一模一样的意外。当年那场车祸后，你受了重伤，紧接着就被沈家以静养的名义送到了江城，从此远离了沈家的权力中心。而你走后，
是谁立刻接手了本来属于你父亲和你的所有项目？又是谁成了沈家唯一的继承人？我们身上流着一样的血，他只是防着我，不会想要我的命。原来这些年我躲在江城，没有碍他的眼，他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第二次机会，彻底弄死我。青宁，看着我，既然他们已经动了杀心，那就别再心软了。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你自己的残忍。你说的对，从这刻开始，我不会再退了。大少爷，大小姐和顾云峥的人不仅没被昨晚的事故吓到，反而顺着那条线开始暗中核对公司这几年的海外老账和当年大小姐车祸的旧案了。想查我的底，不知死活。既然他们不肯体面的走，那我就先下手为强。你看看网上都在传些什么，整个京圈财经圈都在看我们沈家的笑话。你看看你带回来的那个顾云听，他就是一个居心叵测的凤凰男。你为了这么一个外人，连你亲哥的项目都敢搅怀，你还有没有点继承人的理智？二叔二婶，我早就劝过青明，既然他现在连基本的是非对错都分不清，我提议暂时暂停青明在家族里的所有事务权限，让他回房反省。阿婷说的对，交出你的工作印章，立刻回房反省。收回我的权限，软禁我。二叔，这沈氏集团是爷爷一刀一掌拼出来的，不是你们的私人领地。想要我的印章，让董事会发正式撤职罢免书，否则你们谁也别想限制我的自由。反了！你敢跨出这大门一步试试？现在整个金库的脏水都在往你身上泼，他们说你攀附我，说你图谋沈家股份，沈婷这是要把你往死里整啊！清者自清，这只是沈婷的舆论战，你乱了，他就赢了。我是害怕顾云峥，你才刚从顾家那个火坑里爬出来，好不容易在江城有了自己的公司，我不能因为我沈家的脏事把你拖进一个更脏的局里啊！如果他真对你下死手怎么办？青宁，如果我的存在真的成了你的累赘，让你在沈家束手束脚，只要你需要，我可以先退一步，离开沈家的视线。退一步，离开视线？不对，我差点中了沈婷的计。他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不只是想臭你的名声，他是想拆散我们。他怕我们联手查出他的海外烂账。你终于想明白了，如果我们现在起了争执，分道扬镳，他沈婷就彻底高枕无忧了。沈婷想用这招逼退我们，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既然已经跟沈婷彻底撕破脸，我也就没必要再留手了。这天我审视的海外项目、壳公司和异常流水一路深挖，终于摸到了沈婷的关键证据线。沈婷这些年一直在通过海外基金空壳并购转移资产，用关联交易的手段偷偷掏空整个沈家的资产。空壳并购，他这是想把整个沈氏集团掏空？更可怕的在后面，这些转移出来的钱大部分进了更隐蔽的账户，而那个隐蔽账户和你12岁那年的意外事故幕后安排人的资金往来完全重合。我一直知道沈婷在防着我，我以为他只是怕我回京城分股份，怕我抢他的总裁位置，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他对我一点血脉亲情都不顾。青宁，他做这一切是在清理他继承沈家唯一的障碍。沈婷想要我的命，那我就拿回沈氏集团。走，带上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算账。二叔，你好好看看，沈婷利用空壳公司转走了沈氏几个亿的资产，甚至连我当年那场车祸都跟他脱不了关系。青灵啊，你这丫头一回来就闹得鸡飞狗跳。阿婷这些年给沈氏赚了多少钱，我们大家都跟着得利。你倒好，找个江城来的外人，随便做几份假账，就想把这么大一顶脏帽子扣在你亲哥头上。青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二婶说的对，你为了跟阿婷争沈氏的股份，竟然勾结这个外人，一起来陷害你自己的亲哥哥。二叔二婶，你们别怪青年，他只是年纪小，一时被身边的小人蒙蔽了双眼。你伪造这些假资料，挑拨我们沈家的内部关系，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是不是盼着沈家乱起来，你才好趁虚而入，分一杯羹？青年，你就算再想要沈氏的股份，想坐上总裁的位置，也不能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和外人一起构陷你的亲哥哥。你就这么不择手段吗？青年，多说无益，我们走。
云峥，我们就这么走了？那2个人根本就是拿了沈婷的好处，存心偏袒她。我们刚才说的，他们根本一个字都听不进去。这些长辈早就习惯了沈婷分给他们的利益，仅凭我们现在手里这些初步证据，根本没法一下子打死他。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恶人先告状，反咬我们一口？他在沈家经营太久，根基太深，硬闯没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足够的危机感，逼他狗急跳墙，自己露出狐狸尾巴。好，我听你的。是沈婷。其实我这些年不是没有怀疑过他，可我每次都告诉自己他是我亲哥。算了，顾云峥，二叔他们根本不信我，整个沈家都把我当成争权夺利的恶人。我真的累了。别难过了，竞圈不打也罢。既然你已经决定放弃沈家的继承权，那我们明天就收拾东西回江城。好，等我把手里那份最后的资产交接名单签了字，把属于我的份额跟沈氏做完最后的交割，我们立刻就回江城。这破地方，我1秒都不想多待。大少，眼线刚从大小姐的创投工作室传来消息，大小姐已经被家族长辈逼得彻底死心了，她准备放弃继承权，带着顾云舟彻底退出竞圈，回江城去。哈哈，好，这丫头终于撑不住了。顾云舟，你不是很能查吗？到头来还不是得像死狗一样滚回江城？但是大小姐提到，她要在临走前签一份最后的资产交接名单，把属于她的份额彻底交干净。最后的交接，不行，那份名单一旦公证，所有账目都要经过第三方审计。我这些年通过壳公司转出去的账，根本盯不起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立刻通知财务，加快速度，把账上下的所有资金今天内全部转到海外秘密账户，绝对不能等他开始交割。明白，大少爷。那顾云舟那边，派人给我死死盯住顾云舟。如果这小子临走前还敢耍花样，不用汇报，直接动手，让他永远闭嘴。顾云峥，你预料的一点都没错，沈婷真的上当了，她以为我要做最后的资产交割，现在正疯了似的加快转移资产。他不急，我们怎么能拿到他最核心的转账密钥和人证？可我的人打听到，沈婷已经派了人在楼下盯着我们，他可能要对你下死手。他要是不急，又怎么会狗急跳墙？人只要一急，最容易露馅。今夜就是他沈婷的死期。怎么可能？资金怎么会被强行锁死？沈总，不用白费力气了，你转移资产的每一个步骤都在我布下的电子监控网里。现在，你的海外通道已经全部被锁死。二叔、二婶，你们别听这个外人胡说八道，是他黑了我的电脑，这些数据都是他伪造出来陷害我的。伪造？这是你刚才在书房亲自授权的转移记录，还有你这几年做空沈家伪造项目成绩的全部流水，你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阿婷，你竟然在做空沈氏集团！我们这些长辈这么信任你，你却想把我们全部掏空！带进来。转移资产、做空家族伪造项目，这些罪名或许还不够，但如果再加上故意伤害沈氏继承人呢？是沈婷，12年前他给了我50万，让我买通货车司机撞大小姐。前天晚上的刹车线也是他让我找人割断的。他说只要大小姐死了，就再也没人能跟他抢沈家了。顾云轩，你这个杂碎，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从你决定碰沈清月那天开始。吴董，是我，沈婷。刚才顾云峥带人拿到了我的转账记录。沈婷，现在你的事情败露，连你二叔都惊动了，你自求多福吧。
不可能，连你也要弃我自保！不行，我不能走。只要董事会还没正式把我踢出去，我就还有机会翻盘。这些年沈家上下多少人拿过我的好处，不信他们真敢眼睁睁看着我倒。王律师，沈婷经手的所有海外账目我已经整理好发过去了，立刻申请司法审计。我要明天董事会召开前拿到法院的资产冻结令。庆宁，以前陈叔总觉得你太年轻，不想分担家里的担子。今天看你这雷厉风行的手段，陈叔放心了。沈氏交给你，比交给沈婷那个疯子强。陈董客气了，我不过是做些力所能及的辅助工作。陈叔，云峥不是外人，他的公司以后会是沈氏最坚实的盟友。好，有你们两个联手，沈氏肯定能重回正轨。明天的董事会流程我再过一遍，务必一次通过罢免提案。资金链的证据我已经备份了3份，不会出任何差错。各位董事，这几年我为集团开拓海外市场，赚了多少利润，大家有目共睹。今天青宁联合一个外人，拿几张莫须有的表格就想罢免我，简直荒谬！阿婷说的对，沈氏能有今天，全靠阿婷在外面拼杀。大小姐，你不能被外人挑唆，为了争权夺利，寒了我们这些功臣的心。顾先生，你一个外人插手我沈家的家事，未免太过分了吧？沈总，既然你想要证据，那我就给你看个清楚。第一组，海外亏空项目与空壳公司的关联交易，资金最终全部流向你的私人账户。第二组，所有空壳并购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你一手提拔的白手套。第三组，前天夜里你派人割断青宁座驾的刹车线，监控拍得一清二楚。沈婷，这些年你掏空公司资产买凶杀人，证据确凿，你还有什么话好说？这是沈氏8年的真实对账单，沈婷做空沈家的铁证就在这里。我以沈氏第一顺位继承人身份，要求召开紧急罢免会，彻查沈婷的刑事责任。我同意，必须彻查，绝不能让这种蛀虫毁了沈氏。我没有，这都是假的，是顾云轩伪造的，你们别信他，都是顾云轩害的。二叔，你们别信他，他才是沈家的祸根，他是来抢我们沈家财产的，你们醒醒啊！够了，丢人现眼的东西！董事会当场决定，暂停沈婷一切职务与权限，配合后续调查。沈婷，你涉嫌职务侵占及故意杀人未遂，请跟我们走一趟。请问顾总，此前网传您攀附沈家，对此您怎么看？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的能力。云创科技北方30家工厂下月正式动工，届时我们将与沈氏携手打通全球供应链。前阵子网上还铺天盖地骂他攀附沈家，真是打了所有人的脸。这两个人根本不存在谁依附谁，这才是真正的强强联手。青宁，娘，怎么了？这一次，你终于站回了本该属于你的位置。顾云峥，我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那天夜里把你接上了车。对我来说，能遇上你，才是最幸运的事。以后的路，我们一起走。好。